你们敢不敢跟我进入这个山洞？它是《西游记》里面白骨精的洞府，也是中国的4大明洞。里面的面积是整个澳门的1.3倍，有43平方公里，可以容纳上百万人。里面四通八达，大到你无法想象，比贵州的织丁洞还要神奇，被称为难得一见的人间仙洞。它在这里面等了你2.7亿年，里面的钟乳石形态各异，造型别致，真不敢相信大自然究竟是怎么让它形成的。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福建的玉华洞，带你们穿越回2.7亿年前，去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走吧。别看这里呢只是一个小小的洞口，里面啊可是别有洞天。走到洞口这里呢，你就会觉得一阵凉风立马就向你吹来。你们说这里面会不会真的有白骨精？这里面啊其实呢还有一个神笔马良，大家可能都听过神笔马良，希望大家见到它的时候，你们的孩子以后都能够热爱学习，金榜题名。走，我们现在已经要进洞了，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。你看看这里一层一层往下的，像不像龙脊梯田？而且呢也跟云南的白水湖啊有点相似，但是它是形成于几十万年之前，水呢从上往下不断的往下流淌，水里面含有很多的矿物质，不断的堆积形成的这种的形状，真的是惟妙惟肖。再看看那里，在那个方向呢还有一个地下龙宫，我们现在带你去看一看地下的龙宫到底长什么样。而且这里呢在2.7亿年之前是一个海底世界，这边的岩石都是通过海水的不断冲刷而形成的现在这样的形状。我们去龙宫带你们瞧一瞧，简直太不可思议了，真的没想到在这里居然还有一块岩石天然形成了孙悟空的形状。大家看像不像？如果认为像的话，家人们可以打出一个字像。哇，简直跟6小龄童扮演的孙悟空那是一模一样。你想一想，在几十万年之前就已经存在了，这真的是无法解释大自然的神奇规律。你们快看，还没到下雪的季节，但是我已经提前看到了雪山。这个呢叫峨眉蟹雪，它呢就是当时的水分蒸发过以后留下的一些晶体，在这里经过几十万年的时间堆积而成，真的是太漂亮了。再凑近点来给大家看一看来，哇，真的是太漂亮了。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洞呢叫果子洞，那里看到没有？长了好几串像葡萄又像玉米又像很多蔬菜瓜果连在一块的水果，希望大家看到它都能够硕果累累。它呢如果从上往下长，这个呢叫钟乳石；如果从地下往上长的，你来到溶洞里面看到它一定叫石笋。像这个洞啊是40万年到120万年之间的。快往这里看，这里呢就是地下龙宫了。我的个天呐，真的是太漂亮了。这里呢有大大小小的18根柱子，也叫群龙戏水。明年呢就是龙年了，希望看到它的人，祝愿你们能够提前生一个龙宝宝，早生龙子。真的是不敢想象，在这里面还能够看到这么大的蝌蚪，你们见过吗？这个呀可是国家的保护动物石蛙的幼崽，千万不能够抓啊！这抓了之后是违法的。我们要保护野生动物，但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，它为什么会有石蛙呢？因为石蛙呀，它对环境啊特别的挑剔，因为这里的水质特别的好，所以很适合石蛙的生长。这里面石蛙有很多啊，而且还有很多我看不懂的小鱼小虾，真的是太神奇了。看看我的头顶上这个呢，就叫钟乳石，像不像一个很大的甜筒？它还在不停的滴水。很多人可能都特别的疑惑，它究竟是怎么形成的？来看看这里，其实呢，这个岩石当中啊，它有很多的矿物质。然后呢，经过这个水不断的冲刷，矿物质呢会被水带出来，然后滴下来之后，在这边不断的堆积，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形状。这个呢是刚刚形成不久的一个石笋，目前还没有长大，而且横切面如果把钟乳石切开之后，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里面的条纹，像一朵玫瑰花，这边上像很多的葡萄，是不是很神奇？它也是有生命的，一旦这个水不滴了，钟乳石也不再生长了。我身后这一根又细又长的石笋，像不像一支毛笔？所以它也被称之为马良神笔。当年马良呢，用他的神笔啊，画出了很多栩栩如生的东西。大家往上看，像不像一只展翅高飞的雄鹰？它的下面呢，还有一只海龟。海龟呢是代表着长寿，希望大家看到它以后都能够健健康康的，无病无灾。而且在前面那个位置啊，还有一只大白猪，它的耳朵、嘴巴、鼻子都是栩栩如生的。
在上方这个地方还有一只鳄鱼在往下探着头，也不知道到底是看中了什么。上面这里还有很多的这个石莲，特别像百足的蜈蚣，是不是栩栩如生？真的太佩服大自然的这种鬼斧神工了。而你仔细的往上看，马良神笔啊，跟它上面的这个雄鹰大概呢还有80公分左右，它们就能够接触在一块儿了。因为这个马良神笔呢，就是上面雄鹰的嘴巴呀不断的滴水，经过了几十万年之后而形成的。你们猜一猜，80公分的距离，它们要多久才能够吻在一块？大概是1600年左右。所以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千年等一吻。这个呢就是玉华洞当中的发财石了。它像不像一个巨大的磨盘，正在磨着东西，然后呢还不断的往外溢出。所以很多人呀来到这里呢之后呢，都想摸一摸它，抱一抱它，希望把这里的财气跟福气带回家。我也摸一把，送给大家。你们接到这里的财气跟福气了吗？我们终于到了白骨精的洞府了。看到那里啊，那边呢有一尊石头啊，是不是特别像白骨精？细细的脖子，长长的头发，哎呀，还能够看到它的锁骨，就是一个骷髅架子。真的是惟妙惟肖，太像了。我们已经从身后的玉华洞走出来了，这里面真的是太壮观了。我相信很多北方的朋友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溶洞。在南方呢，虽然说溶洞有很多，但是像这样的溶洞里面有水、有山，而且还有土的，真的是不多见。太感谢大自然赋予我们这样的美景，能够有幸让我们在几十万年之后还能够看得到，真的是太漂亮了。希望大家能够对自然有一种敬畏之心。关注阿波，下期视频带你们一起走进现实版的过河拆桥。你见过专门供奉解放军的庙吗？有粉丝说想要看全国唯一一座供奉解放军的庙，很多人可能听都没有听过，但是它却真实的存在。庙里面不供僧不供佛，供的是保家卫国的解放军战士。跟着阿波去旅行，我们现在就出发。我们现在呢已经到了，这里呢就是天下第一庙，专门供奉解放军的庙，也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要知道的地方。这个庙不供僧不供佛，里面供的是27位保家卫国的解放军战士的塑像。这里面没有每天诵经念佛的声音，只有一遍又一遍高亢激昂的军歌。它也是全国唯一的一座供解放军的庙。然而，你肯定很好奇，这座庙为什么会供我们保家卫国的解放军战士的塑像呢？这个庙到底是谁建的？关注阿波，我们一起去揭开这背后的感人故事。这位解放军战士怀里抱的小姑娘，她的名字叫甄阿星。在1949年的9月17日，叶飞将军带领的28军84师251团来到崇武西沙湾进行登陆金门的训练，突然遇到对面敌军的战机的轰炸。这个时候，勇敢的解放军为了保护群众，想尽一切办法把敌人的飞机引向自己。突然，一个小女孩害怕的一边哭着叫妈妈，一边奔跑在危险的沙滩上。情急之下，5名勇敢的解放军战士先后用血肉之躯来保护小女孩，才使得她毫发无伤。而那5位勇敢的解放军战士却全部都牺牲了。等敌军的空袭过去，总共有27位解放军战士为了保护当地的村民而牺牲。小女孩的母亲拉着她跪在烈士的墓前，泪如雨下的对她说：“你要记得，你的命是解放军战士给的。以后你每喝的一口水，每吃的一粒米，都要记得感恩。将来一定不能够忘记这些解放军战士们。”被救的小女孩长大以后，跟她的母亲开始用石头搭建了一个供台来祭奠这些牺牲的战士。1980年，甄阿星的母亲在去世前叮嘱她，一定要为救命恩人修建一座庙宇，给当时为了拯救自己而牺牲的解放军战士遮风挡雨。1993年，甄阿星卖掉了自己所有的资产，筹集了6万元，还四处奔波募捐，一共筹集到60万元，花了整整3年的时间，终于建成了这座全国独一无二的解放军烈士庙。你看，这上面还有叶飞将军写的8个大字：为了人民死的光荣。虽然阿波现在没有办法让烈士们见到如今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幸福，但是我们要像甄阿星一样，
一定不能够忘记那些为我们负重前行、保家卫国的英雄。我们要像他们一样，热爱这片土地，热爱这个国家。